漆黑的夜空，内达华空军基地，警报灯在机库外闪烁，数十名地勤奔跑于巨型轰炸机的机腹，机身上那道锐利的后掠翼在灯光下泛起幽蓝的金属反光。这不是普通的轰炸机，它就是美国空军 B-1B 枪骑兵 Lancer， 三巨头轰炸机中最具争议的一员，也被军迷戏称为 Boeing 骨头。但它的命运一波三折，一度被砍，一度被嘲笑，最终又因时代需求被强势复活。冷战的阴影仍在空中盘旋，美苏之间的核威慑竞赛步步升级。为什么美国人偏偏要造这样一架超音速轰炸机？ B-1B 身上那些黑科技拼装到底解决了什么难题？一架本该被历史抛弃的飞机，又为何在全球战场焕发新生？这里是 High Weapon， 我是 Jason。今天让我们揭开枪骑兵的传奇一生，从立项、下马、复活到打破世界载弹记录，再到成为美军反恐主力，它到底是冷战的孤遗，还是未来空军的骨干？时间倒回到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全球上空一直漂浮着一片核战争的阴云。美苏两国的核三位一体军备竞赛已经到了极致。此时的美国空军最主要的战略轰炸机是 B-52 同温层堡垒，一架被称为飞行卡车的老牌巨无霸。但问题也日益明显，苏联的防空导弹如 S-75、S-125 和新式截击机不断升级，天空已经变成了死亡走廊。B-52 虽然载弹量多，航程远，但体型庞大，速度缓慢，越来越难以突破对手的防空网。在一次模拟推演中，美军甚至发现，如果 B-52 照原样突防，损失率可能高达 50%。为应对苏联防空的巨大威胁，美国空军决定要一架能飞得又快又低的超音速轰炸机，要求既能像 B-52 那样长途奔袭，还要能在低空贴地飞行，躲避雷达和导弹的追杀。1965年，第一项目正式启动，初代 B-1A 一登场就是当年航空界的黑科技秀，可变后掠翼，机翼可以像变形金刚一样收放，既适合低速起降，也能在高空高速飞行。2马赫的极速比绝大多数轰炸机和截击机都要快。它还拥有更复杂的航电、地形跟踪雷达、自动导航，全球范围内都能无死角突防。初衷很美好，但很快遇到了一系列难题，技术难度太大，造价直线上升，电子设备和气动设计一度不服管教，事故频发。还有，在1970年代，洲际导弹 ICBM 成为新宠，传统轰炸机似乎正在失去战略地位。1977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提出大幅削减军费开支，主张导弹代替轰炸机战略。在 B-1A 花了10几亿美元后，卡特果断叫停项目。这一刀下去，美国空军上下哗然， B-1A 被视为史上最短命的黑科技轰炸机，甚至一度成为政客和军迷调侃的对象。时间来到1981年，冷战格局骤然变化，苏联导弹和轰炸机力量持续扩张，美国感受到战略缺口。新上任的总统吕根宣布重振美国军力， B-1项目迎来复活节， B-1B 枪骑兵计划正式启动。但这次复活不是简单炒冷饭，而是全面升级，降低最高速度，换取更强的低空突防和隐身能力，采用更可靠的航电与结构设计，提升妥善率。设计从核打击向核常兼备转型，既能进行战略核打击，也能进行常规打击。1984年，第一架 B-1B 原型机下线，1986年首批正式交付部队。从立项、下马、复活再到服役，这场跨越20年的轰炸机折腾史，几乎是美国军备竞赛与白宫博弈的真实缩影。B-1B 的诞生，表面看是技术突破，实则隐藏着冷战核战略、空军利益、预算角力、两任总统互怼等复杂因素。它既是美国空军的面子工程，也是里根政府向苏联发出的强硬信号。B-1A 和 B-1B 其实外观很像，但 B-1B 最高速度比 B-1A 慢了将近一半，从 2.2 马赫降到了 2.15 马赫，只为换取更好的低空生存力。这种反直觉升级，至今仍是军事工程师们津津乐道的话题。B-1B 的研发背景就是一部冷战军备竞赛的美国缩影，从老大难到黑科技，从项目下马到复活登场，背后是美苏对抗、总统博弈、预算压力和技术梦想的交汇。那么问题来了，
你认为 B-1B 这种大起大落的命运是技术推动历史，还是历史推动技术？如果你是决策者，会怎么选择冷战时代的空军面子工程？欢迎评论区留言。如果说 B-1B 有什么让人一眼难忘的外形，那就是它那一对宽大的可变后掠翼。与传统轰炸机的定义不同， B-1B 的机翼能像鸟类一样灵活调整角度，起飞和降落时张开，获得更大升力；高速突防时收拢，极大降低阻力。这种结构并非简单噱头，而是冷战时代美国工程师的大胆创新，既要保证低速时的稳定和远航，又能在战场上以高速低空飞行突防苏联防空火力网。 B-1B 的最大翼展 41.7 米，后掠时缩至 23.8 米，实现了速度与机动、航程与突防的平衡。对比老一代的 B-52， 它只能高空巡航，完全无法低空高速突防。 B-1B 一出场，直接把低空突防轰炸机这个概念推向了顶点。 B-1B 配备了4台 F101G-102 涡扇发动机，单台推力高达 3.4 万磅，总推力突破 13.6 万磅。这个动力水平让它在满载状态下依然能以 1.25 马赫高速飞行，贴地数十米，掠地穿梭，极大提升了突防能力和生存率。更重要的是， B-1B 优化了低空穿越能力。在地形跟踪模式下， B-1B 可以在高度数十米的复杂地形上，以每小时1000公里以上的速度贴地飞行。苏联雷达和防空导弹很难提前发现和拦截， B-1B 成为真正的雷达杀手。B-1B 被称为空中炸弹卡车，绝非浪得虚名。它拥有3个巨型弹舱，总载弹量37吨，实际作战中多次创下轰炸机载弹世界纪录，可携带多达84枚500磅 Mk82 炸弹，或24枚2000磅 GDAM 精准制导炸弹。早期可挂载核弹头，后期全面转型为常规打击武器平台。弹舱内部结构支持灵活配置，集束炸弹、滑翔弹药、精准制导炸药、远程巡航导弹等都能装载。有趣的是， B-1B 实战中经常上演一次任务投下几十枚炸弹的盛况，美军飞行员私下喜欢用下饺子形容这种壮观场面。2018年4月，在对叙利亚的打击中，一架 B-1B 单次任务投放了19枚 AGM-158 远程精准炸药，刷新了美军空军单次高精度打击记录。B-1B 的航电系统在当年堪称航空电子拼装秀。AN/APQ-164 多模相控阵雷达具备地形跟踪、气象探测、目标识别等功能，自动导航、数字火控系统、红外夜视仪等装备，使其具备全天候、全地形出击能力。同时 ，B-1B 机身广泛采用雷达吸波材料与隐身结构设计，虽然不及后来的 B-2那样全隐身，但其雷达反射面积大幅降低，是冷战轰炸机里隐身技术应用最激进的代表之一。与 B-1A 相比， B-1B 牺牲了最高速度，但换来了低可探测性和更强的生存力。B-1B 雷达反射面积大约只有 B-52的1/10，在80年代属于真正隐身先驱，这让苏联雷达操作员一度以为美军制造出了透明轰炸机。B-1B 的所有设计都服务于一个目标：低空突防加高效投弹。它不是纯粹的速度怪兽，而是冷战条件下多重妥协下的产物。高速与载弹量并存，低空突防和有限隐身，灵活弹舱与复杂航电。技术上看， B-1B 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航空科技的巅峰肌肉秀；实战上看，它则是下沉市场的全能担当。B-1B 枪骑兵的技术特性是冷战军备竞赛中美国空军极限创新加理性妥协的产物。它让轰炸机完成了从高空慢飞到低空高速突防的跨越，也让可变后掠翼和单舱设计成为一代军迷的技术情怀。那么，如果让你设计新一代轰炸机，你会选择极致隐身还是极致载弹量？你觉得 B-1B 的哪些设计最有未来感？欢迎在评论区补充你的看法。B-1B 枪骑兵最初设计的使命，就是在冷战核威慑体系中担任最后通牒者。1980年代后期， B-1B 正式服役，加入美国空军的核打击三巨头行列，与 B-52、B-2并列。但现实中，这位超级轰炸机始终没有真正踏上核战战场，它更像一位舞台上挥舞大棒的演员。它最大的任务就是成为对手心头挥之不去的噩梦，让苏联高层夜夜难眠，始终不敢轻举妄动。每年，美军都会调动 B-1B 进行远程战略巡逻和核威慑演习，让这只骨头始终出现在苏联雷达和新闻报道中。尽管没有实弹表演，但它代表的心理压力却十分真实。
只要 B-1B 还在天上飞，对手就不能踏实睡觉。虽然在冷战期间鲜有真正实战，但到了1990年代 ，B-1B 迎来了舞台主角的时刻。1991年海外战争，很多人以为 B-1B 在这场大规模空袭中大展身手，实际上他并未参与。此时的 B-1B 刚刚完成全面改进，还未通过实战认证，主角依然是 B-52。但这次缺席反而推动了后续升级。美军发现 B-1B 需要进一步常规化和精确化。在进入90年代末， B-1B 完成常规打击平台升级后，终于在科索沃行动中大显身手。高载弹量加精准制导炸药，令它成为地毯式轰炸的代表。到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时期， B-1B 更是化身全天候投弹机器，能够一次任务持续投放数十枚炸弹，极大提升美军对地打击能力。B-1B 不仅以载弹量取胜，凭借高速、长航程和空中加油能力，还能灵活调动于全球各大战区。无论是长距离奔袭，还是精准支援地面部队，它都成了美国空军随叫随到的主力。B-1B 在伊拉克自由行动期间，创下单日单机连续出击6次，投放60多吨炸药的记录。飞行员戏称，抱怨一天干完别的轰炸机1周的活。911之后，美军对远程全天候火力平台的需求急剧上升， B-1B 成功转型为常规打击主力，多次执行从美国本土直飞中东全球最远程的快速轰炸任务。 B-1B 支持空中加油，理论上可以从美国本土出发，一路直奔全球任何目标。比如在阿富汗和叙利亚战场， B-1B 常常长途奔袭，一战到底，充分展现战略机动性。它的弹仓经过多次升级，能兼容 GDAM、GASSM、AGM-158 等各种精确制导炸药，实现对地面和坚固目标的灵活攻击，这让它成为美国空军在精确制导战争时代的王牌之一。但 B-1B 也不是没有短板，早期服役时因结构复杂、弹舱门和航电等小毛病，事故频发，维护难度极高。有的飞行员甚至调侃 B-1B 最危险的时候不是战场，而是在停机坪和维修棚。不过随着不断升级与经验积累， B-1B 妥善率大幅提升。今天的 B-1B 已是美军最可靠常规轰炸马拉松选手。 B-1B 的一次奇葩记录，有一回 B-1B 在任务途中弹舱门卡住关不上，地勤只好用锤子和螺丝刀现场维修，结果弹舱门一路大开，飞机像是在一路撒饺子一样，差点把全部弹药甩出去。军民们调侃，这才叫下饺子的最高境界，不是投弹多，而是弹舱门根本关不上。后来在 B-1B 早期，为解决弹舱门卡死问题，甚至还专门配备了锤子和螺丝刀应急工具包，被戏称为边飞边修模式。从核威慑心理幽灵到全球反恐地毯式轰炸机器， B-1B 枪骑兵不断适应时代，升级进化。它证明了冷战产物依然可以在21世纪发挥核心作用。你觉得 B-1B 在实战中最大亮点是什么？未来的全球轰炸平台最需要继承 B-1B 的哪些能力？欢迎留言补充奇葩轰炸段子。在美国空军3巨头轰炸机 B-52、B-1B、B-2中， B-1B 的全能属性最突出。超级载弹量，凭借3具弹仓和极高的结构强度， B-1B 至今保持世界现役轰炸机载弹量记录，一次任务能倾泻84枚 Mk82炸弹或20多枚精确制导炸弹，真正称得上空中炸弹卡车。低空突防能力，可变后掠翼和强大动力使它能在极低高度以高速贴地飞行，极大增加生存率。灵活任务配置，既能执行战略核打击，也能适应常规战争，弹仓灵活性极高，支持从集束炸弹到巡航导弹的各种炸药。这些特性让 B-1B 在冷战、反恐乃至未来冲突中始终具备不可替代的多面手地位。 B-1B 的黑科技带来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维护极其复杂，事故率长期偏高。可变后掠翼弹仓结构，这些高精尖设计让地勤头疼不已。弹舱门、翼面控制等部位在服役早期频频出现故障，维护成本高。 B-1B 的年均维护费用和 B-2、B-52相差无几，但出勤率早期一度落后于兄弟机型。服役初期， B-1B 曾因结构强度不足、航电系统老化等问题多次被迫停飞。虽然经过不断升级，如今妥善率已大幅提升，但维护魔王的标签依旧挥之不去。甚至有业内段子，如果你想考验地勤能力， B-1B 是最好的试金石。与 B-52对比， B-1B 无疑更现代、更快捷，载弹能力也更强。但 B-52凭借超长寿命、
和极高妥善率，至今还在长青不老。与 B2 对比 ，BEB 没有全隐身技术，但造价便宜，出动量大，实用性更高。B2 更多承担空中手术刀的深层渗透任务，三者定位各异。B52 老当益壮的飞行卡车 ，B2 冷战巅峰的隐身杀手 ，BEB 技术多面手的骨头传奇。BEB 正好夹在两者之间，既能做大规模常规轰炸，也能承担部分核威慑任务，是美国空军战略灵活性的关键棋子。BEB 原计划在2020年初逐步退役，但由于美军对高载弹量常规轰炸平台需求未减， B21 突袭者尚未全面接班， BEB 仍不断进行升级和维护。近年来，美军为 BEB 升级了航电、通信、武器兼容性等系统，并引入了更多智能化弹药，甚至测试外挂高超音速武器的可能性。预计要到2030年前后，随着 B21 批量服役， BEB 才会逐步退出一线。但只要美军需要快速大量投弹的工具， BEB 依然有自己的位置。2020年，美军曾让一架 BEB 测试外挂6枚高超音速导弹，军迷笑称骨头还没老，能卷就卷到底。 BEB 的骨头外号 Bowen 最初源自 B1 的谐音，如今却成为美军社交网络的网红梗。从贝坎项目到冷战明星、反恐主力，再到如今半退役半升级， BEB 用一系列反转证明，真正的武器传奇往往比剧本还要离奇。那么问题来了，你更喜欢哪一款美军轰炸机的风格？ BEB 的哪些功能最吸引你？如果你能为 BEB 续命，你会怎么升级它？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轰炸机的未来。夜色下的 BEB 枪骑兵依然守在世界各地的空军基地，无声着提醒着每一代军迷和对手，冷战的遗产并没有封尘，而是在现实战场上继续进化。回顾它的半个世纪传奇，从诞生之初的冷战核打击三巨头，到因预算、政治、技术反复被砍掉又复活，再到成为反恐战争的空中主力， BEB 的一生几乎浓缩了美军现代化的全部痛点与亮点。它不是最隐身，也不是最古老，却以极致载弹量加高空低速突防加任务全能，成为了那个随时被淘汰却始终无法被替代的多面手。就像骨头一样，可能并不起眼，但却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支撑。如今 BEB 的技术、作战理念已经影响到下一代轰炸机 B21 的设计思路，高载弹量、全球远程打击、灵活武器兼容、低可探测性，这些特性都将成为未来空军高效、全能、可升级模式的重要模板。也许在未来的战争中，真正的空中主角还没登场，但 BEB 枪骑兵用自己的命运告诉所有人，伟大的武器不是一时的明星，而是能穿越时代、不断进化的骨头。那么，你认为 BEB 身上最值得新一代轰炸机抄作业的地方是什么？如果让你来设计 B21 或下一代主力轰炸机，你会借鉴 BEB 的哪些经验？或者你还知道哪些关于 BEB 的冷知识与趣闻？欢迎在评论区大胆留言，让我们一起为这位骨头传奇补充彩蛋。这里是 High Weapon， 我是 Jason。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如果你已经开通了 Hype 功能，也欢迎给我们的视频投上一票，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如果你对 BEB 还有哪些未解之谜、奇葩轶事，或者下一期想看的主角，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